我在写小说，问你个问题，你说当男主问女主“你想有男朋友吗”的时候，他的隐含意思是想说 A， 你觉得我怎么样？还是 B， 我给你介绍一个？这样会不会太直接了？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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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徐律，你撤回什么？我发错了，所以就撤回了，不好意思。发错了。
接电话呀。喂，任月。喂。任月，刚刚你发的那条消息我没有看到，你撤回什么？那你怎么回我？刚刚那条消息不是我回的。啊？你先告诉我你撤回了什么？没什么。你在家吗？另一道焦点的思念，总有个理由，是你不知道的心愿。如果可以续写暂停的从前，错过一次已足够，趁来得及还可以回头，做怎样一个我，全凭你偏爱，冷酷或温柔。错过一次我能否听到你说其实你很念旧，无论最初或到最后，只想牵我的手。数过双手，真的好久不见。说着我们才追上两人的时间，是期待太久，已预想的浮现，翻越这蜿蜒，寻找通向圆满的情节。错过一次已足够，趁来得及还可以回头。你怎么了？做怎样一个我，全凭你偏爱，冷酷或温柔。错过一次我能否听到你说其实我就是想知道很念旧，你到底撤回了什么？无论最初或到最后，等待爱回流。如果一切重来，如果剧情可涂改，你会不会我问他，你想有男朋友吗的意思是 A， 你觉得我怎么样？还是 B， 我给你介绍一个。他说是 B。A 和 B 不是同一个答案吗？你别光站着，我给你拿双拖鞋。这个。你渴了吧？我给你烧点热水喝。SOS， 呼叫沈明一，情况紧急，请求组织支援。这不是演习，重复一遍，这不是演习。怎么样？是不是被我说中了？许怀松给你表白了？什么？老许真要表白了啊？人家表白你激动什么呀？喂，可能已经表白完了。什么？你那边怎么有男人的声音啊？我看电视呢。那个是你怎么回应的呀？我要是知道怎么回应，我还用躲在卫生间啊？你怂的！你现在就好好的想一想，你有没有做好进入一段关系的准备？本来今天一冲动，好像是可以了，后来被他消息一回，我又感觉
我又感觉他一句话我天就塌了，太没出息了。我不想被牵着鼻子走。那你就牵着他鼻子走。这怎么牵啊？你之前写言情小说的时候，36计不是记得滚瓜烂熟吗？到自己身上傻了，你就欲擒故纵，隔隔岸观火，反客为主，你偷偷用起来啊！好，行，等你消息啊。反客为主。哎呀，你看看你，你说人家表个白给你激动成这样了，人之常情啊。吓我那么大一跳。我跟阮玉说的话，你要是敢告诉许怀松半个字，我向你保证，绝对不说。这个兄弟的爱情也不能靠我一个人来支撑，是吧？他也得学会独自成长。俗话说，男人嘛，还是要考验考验。我支持你们，你说的。一个唾沫一个钉。那你等着。你不会是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吧，明英？男友试用合同。不是你说的吗？男人还是要考验考验才放心。你想怎么考验？怎么不想考验？考验，行，可以。这试用期男友不也是男友吗？对吧？没问题。签。你别着急签，仔细看看。不用看，不用看。有印泥吗？我摁个手印，要不然合同不奏效。谢谢。谁拿你微信回了我消息啊？应该是吕律师。我刚在律所加班。这样。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我处理什么？你不生气吗？是你的微信被人动了，应该是你比较生气吧？那两个选项，你希望是什么？你知道吗？陆地上跑得最快的10种动物里，竟然有野兔。我不知道，我没研究过。看起来胆子很小、很好欺负的兔子，跑起来的时候，时速可以达到50英里，就跟狮子差不多。但在这10种动物里，狐狸根本没有上马。所以呢？所以，晚安了。那狐狸
就多追一追兔子吧。一会儿我们去哪儿吃饭？那前面那家不错。那就那家吧。行。喂。我在你家楼下吧。嗯。你怎么来了？来接你上班啊，还给你带了份早饭。不用着急，我等着你。啊。这就是律师追人的效率吗？这么快？早。早。上车。给我带什么早饭了？豆浆，还有这个烧麦。蛋黄烧麦，我好久没吃了。这家老板啊是苏式人，我试过了，味道特别正宗。可是我记得这附近没有卖蛋黄烧麦的。你不会是一大早跑了很远去买的吧？还好吧？也不用那么拼吧。谁让狐狸跑得慢，总得多跑几步吧。怎么有一种突入虎口的感觉？吃饭了。对了，我下午要去一趟环市开会。我送你过去。不用了，你不是也要去开例会吗？我接个电话。Hello? Yeah? I'll head back to the US right away. Thank you.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爸病情恶化，我得尽快赶回去了。你先安心开车，回去拿护照，我来帮你买机票。手机密码。你生日？最早一班飞旧金山的航班是下午1点半的，可以吗？可以。支付密码。309017。买好了。你安心开车。车我已经给你叫好了，然后皮皮你也不用担心，我能照顾好他。照顾好自己。叔叔会没事的。
这么巧，妹妹。是啊，姐姐。哎，你不知道，上次电梯故障让我因祸得福了。我不是把脸哭花了吗？我只好把妆全卸了。结果环视正好看中了我的素颜状态，让我进了初选。那恭喜你了。哦，你去几楼呀？跟你一样。你也去环视？对。啊。走。温香老师，这边请。天哪，竟然是温香老师！我们这次挑演员啊，不看名气，也不看履历，只看和角色的适配度，只挑和项目角色匹配的演员。所以呢，大家不用紧张，放松一点，把你们最好、最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啊！天冷，去我办公室，把那盒最好的茶叶打开，给大家泡杯热茶啊。茶水间就有，我去那边请。我试过这么多次戏，还头一次见到魏总这么实诚的老板呢。阮玉，怀宋呢？他不在，我今天自己来的。那要不然我们顺你一道？不用了，我已经叫好车了。那行，你注意安全啊，我们先走了。再见，拜拜。你怎么还生我气呢？我知道我错了，我不应该派你去应酬的。我给你道歉好不好？这个事儿不怪你，怪你那个老板。我知道。我落地了，现在赶去医院。许先生在突发脑梗之前一直在看这个照片，昏迷的时候手里还拽着。Dr. Ross, how is my father? Mr. Shu is doing much better now. Don't worry. Thank you. 暂时脱离危险了。那就好。我问了医生，术后还有一段观察期，我估计得在美国待上一阵子了。你去律所做功课的事，我交代给刘茂。放心，我自己会安排好这些，你先别操心我了，专心顾着叔叔。一定会没事的，没事。皮皮，从今天起，你就暂时先跟姐姐一起过，好不好？你看，姐姐刚写完的小说，想不想看我的新更新啊？你看。奶奶快看，您追的小说恢复更新了！宣告，我的快乐回来了！欢迎文晓老师回来。窗台的画针放开，思念也席卷而来，散不开，想与你的手紧握起来，迈步愉快。我睡了，早安。任由风轻轻拨动面
知道吗？我这场蓄谋已久的爱，也知道为你而存在。从细针变成爱，就现在。我醒了，晚安。将爱深深藏起来，也是一觉醒出卖，让我们的珍珠相爱。Don't leave me. Don't leave me. Don't leave me. 吃饭了吗？正在做。一袭之而来，散不开。我起床了。你的手紧握起来，漫步于人海，任由风轻轻拨动你裙摆。在过的心怀，只有你是无法被替代。一起离来，皮皮，我又变可爱了。你看我皮皮多皮实呀，多健康呀，这么可爱。怎么样，休息的还好吗？也知道为你而存在，从星辰变成海，就现在。别再将爱深深藏起来，也是一场戏出卖，让我们的珍珠相爱。Don't leave me. 庭审很顺利。怎么还不更新呀？更新呀！你别等更新了，你再不吃，你这口吃的该更新了。我等我的精神食粮呢。阮玉姐今天的小说就要正文结局了，这最后一章叫毕业旅行，你觉着会是 B 还是 HE？ 我觉得吧，要是写实的话，应该还是 BE， 不然你现在都得有嫂子了，你的侄儿侄女都可以打酱油了。万一不写实呢？我就觉得会有反转。行行行，那你继续等你的精神食粮，这好吃，你尝一口来。哇！哦什么哦？没见过兄弟之间互相喂吃的。没见过。哎，不敢了，不敢了，赵大。不打。是挺好吃的哈。啊。结局了，结局了，结局了！
我睡了，早安。我醒了，晚安。我醒了，晚安。吃饭了吗？正在做呢，你呢？刚吃完简餐。小说写到结局了，杭市的樱花也开了。我是吕胜兰，有时间见一面吗？阮小姐看上去气色不错。吕小姐特意来国内找我，应该不只是为了夸我气色好吧？看来你喜欢开门见山，那我直说。怀宋回美国有1个多月了，你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来的吗？在医院一边做陪护照顾他爸爸，一边要兼顾工作，同时还要准备好几个庭审，就光这些已经够他忙的了。他还要隔着时差陪你通电话，陪你聊天。阮小姐不觉得自己的存在给他带来的只有负担和妨碍吗？吕小姐是以什么样的立场在说这些话呢？我的存在会给谁带来什么？好像也轮不到第3个人来评判。确实，这件事情上我没有立场，但我见过你没有见过的他，我知道他在美国这一切是拿什么换来的。我想这点发言权我还是有的。我想你应该知道，一个中国人想要在那里的经营行业做出点成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会因为你是外来者而宽容你，相反，他们会用更加严苛的眼光来看待你。他当年是以全年级最好的成绩毕业的，那些年，他从被看轻、被质疑，到最后拿出成绩让所有人心服口服。在这期间，他因为过劳进过2次医院，曾经被医生说不能再这样透支生命。后来他执业不久，徐老师又因为脑梗，一夜之间从业界翘楚，到失去了自理能力，变成了不记事的痴呆状态。他又一声不吭地接过了徐老师手里所有的案子，顶着那些当事人的不信任，没日没夜地拼，到最后他打赢了所有的官司。我有的时候就是想不明白，一个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信仰，能够支撑他做到这个地步？那好像不是单纯的责任感，也不是单纯的职业理想。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知道，他不惜透支身体换来的这一切有多么的宝贵。但你现在要毁了他。如果他真的愿意为了你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国，你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他这样的牺牲吗？那或者说，他对你的感情没有深厚到这个地步，那你们像现在这样每天隔着10几个小时的时差，连一句晚安都不能同时讲给对方，你觉得这样的关系能维持多久？
谁啊？来了。姐姐，怎么了？怎么了？姐姐，我昨天看了你的结局之后，我就一直想哭。怎么会这样呢？你就差一点就跟我哥表白了。你也知道，我写的人是你哥啊？我其实知道挺久了。姐姐，你别难过，我哥当时出国是有原因的。我已经知道了。他那个闷葫芦，你肯定还不知道我家当时发生了什么。不是因为你爸妈吗？我爸妈是离婚了，但是他们不是因为感情不好。我妈跟我爸分开的原因啊，是她不喜欢我爸的职业。我爸爸，他以前是刑辩律师，经常为杀人犯做辩护。那时候他接了一个案子，让一个涉嫌杀人的嫌疑人被无罪释放了。自从我们家接了这个案子起，我妈就一直不理解他，家里总是有争吵的声音。后来，嫌疑人出来以后，这事情闹得更严重了。邻居对我们家指指点点，被害人家属隔三差五上门闹事，泼油漆、砸鸡蛋。他们还说我爸是杀人犯的帮凶。我那个时候又小，我就有点害怕，所以他们离婚了之后，我就不想跟着爸爸。那你哥呢？我哥应该是为了我才跟着爸爸的，但是他后来对爸爸是什么样的看法，我和妈妈都不知道，因为他也做了律师。但是姐姐你别害怕，他不是刑辩律师。就算你哥哥是刑辩律师，我也不会害怕的。为什么？你不觉得刑辩律师是杀人犯的帮凶吗？每个职业都有各自的职责所在。刑辩律师的职责就在于通过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来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公平和正义。不仅仅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要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要做到量刑上既不会过重，也不会过轻。这就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对抗的意义。否则你想想，为什么有些犯罪嫌疑人明明经济很困难，负担不起律师费，但法院还要为他们申请法律援助呢？那姐姐，他们都说我爸是昧着良心挣钱的。每个行业呢，都存在道德缺失的人，律师这个行业也不例外。可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你爸爸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你应该自己去求证，而不是只听他们说。你说对吗？如果那只是一些不清楚事实，或者不愿意相信事实真相的人的非议，但你却错怪了你爸爸，那是不是会后悔呢？好了，别哭了。姐姐，你还伤心吗？我早就已经不伤心啦。你看，我还准备写男女主久别重逢以后的番外呢。那你怎么看着这么憔悴呀？怎么能叫谁给谁增加负担了呢？姐姐，你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挑拨离间了？谁吃饱撑的嘴巴这么咸呀？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异国恋明明是两个人一起辛苦一起努力，怎么能是谁给谁增加负担了呢？就算是负担，也是甜蜜的负担。你可千万不能听信那些小人的谗言。我没有认同这个想法，我只是在想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如果两个人要避免分隔两地，
就注定有一个人要放弃自己现在的事业，打乱自己的人生轨迹。但不论是谁做出这个决定，那都意味着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对等。一段不对等的感情，会有好结果吗？如果在上头的时候做了这样的决定，能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后悔吗？姐姐，不是这样的，一定会有好结果的。我相信我哥肯定会选择回国的。我了解他，我非常了解他，他绝对不是一时上头。你看你说的，其实我跟你哥真正认识也就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我当初害得阮玉学姐这么惨，要是说出来，会不会被讨厌啊？你看看我，跟你一个高中生说这些干什么？来，咱们先吃饭。这个糖醋小排。皮皮，怎么还把玩具弄丢了？我来。需要帮忙吗？这不是我的 U 盘吗？怎么了？我记录大纲的 U 盘没有丢。那写诗人是怎么拿到我那些梗的？写诗人如果没有拿到这些细节梗，不可能跟我撞梗成那样。明阳，这些细节梗有没有在别的地方保存过？除了 U 盘，就只有我的电脑里有了。难道我的电脑被谁入侵过？谁会入侵你的电脑呢？啊！陈思思。你逛街回来路上带点水果啊！周军那孩子项目做成了，非要上门谢我，说是明天周末带女朋友一起过来。这孩子干嘛这么客气？那明天请俩孩子去附近农家乐餐厅吃个饭吧。昨天说小说写到结局了，那是不是有空回来一趟啊？连你一块儿招待招待。感情我就是个顺带的呀。嫌疑人出来以后，这事情闹得更严重了。邻居对我们家指指点点，被害人家属隔三差五上门闹事，泼油漆、砸鸡蛋。他们还说我爸是杀人犯的帮凶。到底是什么案子？怎么没有听说过呢？现在还是有点疼，就抬不上来。你这得多休息啊。这么晚了还在看书啊？啊，对了，医生说许先生的状态已经稳定，过2天就能出院。你要是忙的话，就先回去，这里我看着。没关系，也就这2天了。哎，我看你最近都在看这个书，这是？哦，正在准备国内的司法考试。啊，行，那你看，不打扰你了，我去上个洗手间。好，谢谢啊。没事。
姐姐，我跟你说一声哦，我到家了。好，别操心我和你哥的事儿啦，我们自己会处理好的，你专心学习。其实我跟你哥真正认识也就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怎么了？我记录大纲的 U 盘没有丢，那写是怎么拿到我那些梗的？刚才怎么就没说出口呢？不行不行。奇怪，怎么两个人都不接电话呀？妈妈，我这两天没休息好，今天有点睡过头了。我现在准备出门了，一会儿要是晚到的话，你就跟爸爸先吃，不用等我啊。喂，你好，是阮玉阮女士吗？啊，我是。阮女士，我是杭市公安局的方震，您的父亲。喂，怀宋。喂，阮玉。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本来今天，周俊是要带着姚鑫去我爸妈家吃饭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去的只有周俊一个人，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警方就上门找周俊了。周俊不想要跟警方一起走，他一着急，他就挟持了我爸。警察就跟我说了这么多了。那你现在安全吗？你人在哪儿呢？我在警车上，我现在在去的路上。过去的路上。阮玉，先别害怕，请先行来仔细听我说。好。在这种情况之下，特警、消防和医护人员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国家的人质营救成功率会非常高。警方的原则也始终都是以人质的生命安全为第一位。最差的结果，也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证人质的生命安全，而击毙挟持者。所以，不管周俊是因为什么挟持了老师，相信警方，配合警方，老师一定会没事的。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有任何消息，随时告诉我。别过来！你别逼我！退后！我说了退后！你们全部都下去！下去！妈妈，阿宇，你来了！你看看你爸爸！周俊，我说了你别过来！妈，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也说不清楚。他来的时候就说他心情不好，好像跟女朋友吵架，然后我跟你爸还劝了好半天，他说还好的。哎呀，妈先别哭，没事。后来他那个手机不是没电了，他把那个手机充上电之后一打开了，一看就说什么出事就冲出去，然后警察就来了。好妈，先别怕，警察会有办法的，会有办法的。警察同志。这孩子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他平时是个好孩子，他怎么了？徐女士，具体案情暂时我们还不能透露。方队，现在嫌疑人的情绪很激动，对我们的谈判非常排斥，要不要采取强制手段？再观察一会儿。那个警察同志，你们说的强制措施是指对周俊吗？
警察同志，我能不能上去劝劝他？孩子，你不能去，这上面多危险，你可不能去啊！你冷静点，听我说。周俊跟我在高中的时候关系还挺好的，我最近也跟他碰面了几次。我上去的话，说不定他防备心没有那么重，我还能上去安抚住他的情绪呢。这，去拿一副隐蔽式耳机给阮女士。好，我们会通过耳机与你保持通讯，传达你对嫌疑人要说的话，请记住，量力而行。警方就在你身后，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请立刻退下来。我们还有其他手段保护你和你父亲的安全。好，放心啊，陈女士。你听话啊，听警察的话啊，自己注意啊，别怕，当心他啊，阿月。注意安全啊，好，对。放心啊，曲女士。别上来，都别上来！我说了，别让放人上来。周俊，是我是阮玉。玉玉，你只有我一个人。孩子，你别怕，玉玉她只是个小姑娘，她不会伤害你的。周俊，你别害怕。你先别动。好。告诉他，你相信他。我相信你，周俊。良心不是我杀的，我没有杀过人，我没有杀他，阮玉，我没有杀他。周俊，警方只是希望你能配合调查。你相信他们，好不好？既然你没有，我相信他们。没有人会相信我。相信你。周俊。没有人会相信我的，他爸妈还有警察都觉得是我杀了他。他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打电话说是我杀了他？他为什么呀？太多巧合了，太多巧合都在说是我杀了他。哎，你去找许怀素好不好？他爸爸不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吗？你去找他呀。他一定能救我的，只有他能救我。你去找他，我求你好不好？我求你了。周俊，没有人有权利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能够决定黑白的只有黑白本身。只要你没有杀人，再多的巧合都不能够给你定罪。你相信警方，相信检察机关，好不好？万一找不到识别的证据怎么办？之前姚鑫跟我吵架的时候，他就说过他会让我后悔啊。对呀，如果是别人的话，那他怎么可能打电话喊救命，喊我的名字，喊我放开他呢？对呀，这就是他让我后悔的方式。不，周俊，那通电话可能不是这样的。你说，他最后那通电话有没有可能是想要打给你呢？他说。救命啊！放开我，周俊。也许意思不是放开我，周俊，而是救命啊，周俊。他是在向你求救啊。对方已经相信你的说法，继续稳住他。是在向我求救。没错。让他相信女友就是在向他求救，快！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早就已经忘记了你们的争吵，他只是想要跟你求救啊，周俊。只是想要跟我求救。对。没事了，爸爸。抓住他！没事了，爸爸。没事了。没事吧？没事。没事。只是想要跟我求救。没事。小董，包队，小心一点。支吾，好，没事了。慢一点。孩子，志荣，妈，哎呦，快，吓死我了！没事了，妈，你没事吧，宝贝？志荣啊，哎呦，没事了，没事了。吓死我了！玉玉，你还好吗？爸爸记得你，你不是孔周俊，是吧？带走。
真是吓死我了！哎呦，没事，宝宝，有我在呢啊！要不到刚才前面看，好高，给我吓死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吓坏了。来来，到家了，到家了。行了，别哭了，这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我没被救回来呢。你瞎说什么啊？那就算是瞎了，也不是哑了，还不许人说话了。你看，好啦，咱们今天不要吵架了，都和和气气、平平安安的。对，我平平安安担心的。你爸爸，真的是。我这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好了好了，快坐，休息会儿，爸妈。我今天把我女儿给吓坏了，是不是？平平安安最好。妈，我爸都没啥事儿，我这算什么呀？是，你看你哭的，没事就好啊。哎呀，哎呀，也不知道周俊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你说好好的，怎么吵个架还能吵出人命来呢？可不是。爸妈，你们先坐着休息会儿，我去打个电话。去吧去吧。肯定是给小许打电话去了。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小许啊，人又在美国，两个人这么长时间见不上面，这长此以往，可怎么办啊？兰兰，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瞎操心？你今天把我吓坏了。咱们好好的嘛，啊。我到家了。喂，有没有去医院做全身检查？放心吧，我没磕着碰着。爸爸也做了检查了，没什么事儿。那就好，那就好。许怀颂，怎么？做了一回英雄，我就从怀颂变回许怀颂了？刚刚想说什么呀？听不出来吗？什么？当然是想说，我想你了呀。信号断了吗？没有啊，可能我脑回路断了吧。什么？我想说，我也想你。或许
可能比你想我更想你，还要担心你。你今天在电话里的时候，明明听起来很冷静。那是为了安慰你，我心脏都要下停了。你要是再晚一点给我报平安，我可能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你可别，叔叔生病了还没出院呢，你可千万别大老远跑回来啊！是啊，10000公里，真的好远啊！远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其实，我今天上楼顶的时候，心里也可害怕了，吓得腿都软了。你今天还上了楼顶，你不是恐高吗？是啊，但是那又能怎么办呢？你怎么知道我恐高啊？等见面就告诉你。神神秘秘的，好吧？等见面，我也有话跟你说。什么话？都说了，等见面告诉你啊。好吧。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呢？上次去环市的时候，我还跟姚鑫一起开会来着。你说周俊会怎么样呀？我下午去做笔录的时候，看见他进审讯室，好半天都没出来。只有周迅没有杀人，就不会错怨他。只是目前这个情况下，一切的证据都指向了他。他的主观解释也只是一面之词。破案需要的是时间和过程。那一般需要等多久才能出结果呀？其实个案的情况都不一样，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他说要找你帮忙，但是你没有国内律师执业证，应该当不了他的律师吧？我会再找律所的其他伙伴的，放心吧。你那边已经很晚了，早点休息吧。我这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了。你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晚安。晚安。Have you looked up at stars in the sky? Small but peaceful as their own sunshine. My eyes are drawn to you when seeing you nearby. Wishing all of your worries fly away. My world has colors I never knew. Love is all, I believe you'll feel it too. 走啦，妈妈。哎呦，你看看，怎么回事？那黑眼圈都冻到这儿了，是不是晚上东想西想，做噩梦了？没睡好是吧？没有，妈妈，你别担心我了。倒是你跟爸爸这2天在家好好休息，缓缓神。
我和你爸找好了，没事儿，你放心啊。你回去也好，那边人多，人气足一点。哎，上车吧。妈妈，乖宝宝。到了以后给妈发个信息啊。会想你的嘛。去吧去吧去。你跟爸爸照顾好自己。哎，放心啊。跟师傅说开慢点啊。到了给你信息。哎，拜拜，妈妈。曾经，我觉得物理距离就像是感情中竖起的高墙，它让人望而却步，让人居安思危，让人不由自主的去想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一切，去担忧那一切都可能没有他在身边。但我心脏都要下停了，你要是再晚一点给我报平安，我可能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这一刻，我突然觉得，那堵墙好像也没有那么坚固，没有那么可怕。两个人就算再近，也没有办法保证一个人需要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一定在。两个人虽然很远，但他知道你需要，就可以放下一切，奔向你，这就足够了。所以，不要再瞻前顾后，不要再浪费犹豫。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临。等见面，就告诉你。想告诉他心意的时候，就马上去说给他听。我在登机了。啊？我真没事儿了，你回来了，叔叔怎么办呀？今天出院了，家里有护工在，放心。准备起飞了，落地跟你说。还是比你抢先一步。姐姐，我给你寄的快递现在在派送了，你记得签收一下哦。你给我寄了什么呀？你等会儿就知道了。来了。你的快递。啊，谢谢。这是什么呀？你是不是寄错快递啦？没，姐姐，你开机看看草稿箱吧。草稿箱？这又是什么事情了吧？怎么啦，皮皮？想吃罐头啦？来，皮皮，来，姐姐给你拆个猫条吃吧。快来，快来，快来！好吃吗？皮皮，来，我给你洗这儿啊，慢慢吃。
姐姐，你看到了吧？对不起，是我在外婆家意外发现了这部手机，擅自偷看，改编了草稿箱里的故事，却因为胆小不敢承认，在你陷入抄袭纠纷的时候撒谎，隐瞒了事实。这次在杭市看到你还在费心追究这件事情，看到你因为我和我哥的关系而感到困扰，我想我要是再不坦白，就得永远插进下去了。姐姐，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讨厌我也没关系，但我哥在事发第3天才知道这件事情，他第一时间赶回国，原本是打算跟你说明真相的，只是看你装作不认识他，他就迟迟没有开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原谅他，他是真的很喜欢你。郑老师拿给我们班的那篇考场范文，是你写的吧？什么考场范文啊？你爸爸问我，为什么老在106弹琴，我没敢说，是因为从那间琴房的窗户望出去，刚好能看见你。你的座位换到了窗边，为了在走廊罚站看你。我迟到了。王站长好。许怀松，你怎么还学会迟到了呢？先罚站啊！每一次靠近你，谁虚梦，谁故意。你还来操场上体育课吗？我已经跑了5圈了。冉玉，冉玉。还有，道明寺了不起啊！我喜欢的是花泽类。花泽类应该不吃炸鸡。你说喜欢雨后初晴的天气，要校庆的时候弹 After the Rain 吧。你们班那个揪你辫子的男生问我要英语作业，我没给他抄。我买了把新的抽屉锁，密码是你的班级加学号。艺术馆楼下那只猫一直在叫，我喂它吃了猫条，真听话。可其实我不喜欢猫，我喜欢你。我要出国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你至少记得一下我？那牵一次你的手吧。支付密码309026。
017，你今天还上了楼顶，你不是恐高吗？你怎么知道我恐高啊？等见面就告诉你。写诗人如果没有拿到这些细节稿，不可能跟我照本成那样。但是写诗人那边是男主视角，后续是一段男主角的心理描写，说他其实很喜欢吃炸鸡，但只是因为当时女主角就在附近，他觉得翻墙这个行为很丢脸，所以才故意表现的不食人间烟火。你不会觉得这些炸鸡、可乐很幼稚吗？你不觉得这很不符合一个小说男主的形象？你分到我们班的同学录没有给我的，他们回收的时候，我自己加了一张进去。运气好的话，你会看到吧？阮玉，哎，你是来分同学录吗？对，我帮你分吧。好啊，谢谢你啊。谢谢。隔了多久，掌心的感情线，多想拥有另一道交叠的思念，总有个理由，是你不知道的心愿。如果可以续写暂停的从前，愿你在五光十色的明天里欢呼雀跃。就算我什么都看不见，全凭你偏爱，冷酷或温柔。错过一次，我能否听到你说，其实你很念旧？无论最初或到最后，只想牵我的手。数过双手，真的好久不见。说着我们才追上两人的时间，是期待太久，一遇上的敷
全凭你偏爱，冷酷或温柔。错过一次，你能否牵紧等待的手，让我穿越人山人海的时候，确认我。